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从古至今，人类对未来的好奇与恐惧从未停止。算命、占卜这些跨越东西方文化的神秘行为，究竟是破解命运的钥匙，还是引来未知的诅咒？他们说，窥探天机必有代价，可你是否愿意为此冒险？今晚我们将分享3个真实又诡秘的故事。故事中的每个人都曾站在人生的岔路口，带着迷惘、恐惧甚至绝望，走向了一个算命摊。可他们没想到，这次选择会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，甚至他们的一生。那么命运是掌握在我们手中，还是早已被注定？是福是祸，究竟谁能说得清？窥探未来，你准备好付出代价了吗？东西方文明中对未来的预测与探索，虽然形式不同，却有着惊人的共性。在东方，伏羲演8卦，周文王推64卦，算命与其独特的阴阳平衡理论成为文化瑰宝。而在西方，古希腊的神谕、塔罗牌的抽取也勾勒出神秘的轮廓。这些工具与仪式似乎都在试图揭开被宇宙紧紧掩盖的天机，但问题是，窥探命运是否真的无害？有些人把算命当作解惑的钥匙，却不知道这钥匙可能打开的不只是未来之门，还有深藏的禁忌。传说中，那些试图解开自己命运的人，往往也招来了命运的审视。他或许会将自身的秘密暴露，甚至吞噬使用者的灵魂。你是否也曾好奇过自己的未来？或许某一天，当你站在一个陌生的街口，眼前的路似乎迷雾重重，旁边的算命摊突然发出清晰的召唤：少年，命运在此刻与你有缘，要不要坐下谈一谈？这一刻，你会犹豫吗？故事便是从这些微妙的时刻开始。那些无意间踏入命运轨迹的人，或许只是为了寻找一丝安慰，却不知自己打开的是禁忌的潘多拉之盒。有些秘密被时间掩埋，但总会有人偶然触碰。或许在冥冥之中，你也是那有缘人之一。小林的故事：邪教诱导与符咒诅咒。小林最近过得很不顺利，工作莫名其妙的丢了，面试一次次碰壁，生活的压力像潮水般淹没了他。每天醒来，他都觉得心口像被石头压住一样喘不过气来。农历7月了，小林嘟囔着看着日历上刺目的红字，或许去寺庙拜拜能求个心安吧。那天下午，他去了万华龙山寺，在香火缭绕的佛像前，他合掌祈祷，希望能化解眼前的困境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，日子能顺利一些，心里说不出的踏实，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能随了祈愿烟消云散。但他没想到，这个决定竟然引发了接下来一连串的怪事。从寺庙出来，小林感觉心情轻松了些，沿着街边慢慢走着。夕阳逐渐西沉，光线洒在路旁的店铺招牌上，其中一个小门脸吸引了他的目光。命运玄机馆，一个穿着素色长裙的女算命师正站在门口，目光不经意地扫向小林。对上那双眼睛的瞬间，小林竟觉得背后有一股凉意爬上来。小姐面带困惑，眉心隐忧，是不是最近诸事不顺？女算命师露出和善的笑容，语气轻柔，却带着一种让人难以拒绝的力量。小林犹豫了几秒，但最终还是被半推半就地拉进了店里。一进门，光线骤然暗了下来，屋内弥漫着淡淡的香气，四周摆满了八卦镜、铜钱、符箓，看上去既神秘又诡异。来吧，把你的生辰八字和住址写下来，让我帮你看看。女算命师慢条斯理地说道。小林心头犹豫了一下，但想到对方的专业态度和自己近期的困境，他还是乖乖写下了自己的信息。女算命师拿到后，嘴角微微扬起，随即低头掐指推算，眼神里似乎带着一丝隐秘的欣喜。接下来几天，你可能会遇到小人作祟，要小心啊，不该做的事情千万别做，
否则麻烦事会缠上你。他语气一转，又补充道，不过别担心，我这里可以帮你。小林心存半信半疑地回了家。头2天似乎风平浪静，但到了第3天夜里，事情变了。午夜时分，他忽然从梦中惊醒，屋里漆黑一片，但他清楚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轻轻抓挠他的脚，那种冰冷而渗人的触感让他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小林一个沙哑低沉的声音仿佛从耳边传来，声音轻得像风，但他却听得清清楚楚。他打开灯，却什么都没看到。接下来的几晚，这种情况愈演愈烈，抓脚的力道逐渐变大，耳边的低语变成了模糊的句子，还我，还我。小林的精神濒临崩溃，他跑回算命馆，哭诉着自己的遭遇。女算命师却神色淡然地说，你被冤魂缠上了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小鬼，可能是你的前世业债，我是没办法的，但我老师能处理，不过需要一些费用，多少？小林慌忙问。女算命师缓缓伸出一个数字，小林一听，脸瞬间煞白，这笔费用是他失业后根本负担不起的天文数字。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小林哽咽着问。女算命师叹了口气，摇头道，这不是普通的事，早知如此，你当初就不该随便透露生辰八字。无助的小林只好向朋友倾诉。一位从小体弱多病却有灵媒体质的朋友在听完后脸色大变，你这是被吓唬了，而且这符不只是招小鬼，是用来勒索的。朋友立即带他去了一位懂法事的长辈处，帮他破了符咒。法事中，那张小林早已忘记的符箓赫然现身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怪异的符文，显然是有心人刻意为之。他不是普通的算命师，长辈警告道，这是邪术，专门借算命来操控别人。他害你深陷泥潭，就是为了逼你就范破除符咒后，折磨小林的现象停止了。他再次来到算命馆，却发现店铺已经人去楼空，甚至连招牌都没了，仿佛从未存在过。然而事情并未结束。符咒解除后的第1个晚上，小林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远处，静静地看着他。他想开口说话，但喉咙仿佛被堵住了。那身影逐渐靠近，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你以为逃得了吗？小林从梦中惊醒，满头冷汗。从此他再也不敢轻易透露自己的生辰八字，而算命馆的经历成了他心中一段难以磨灭的噩梦。他始终不明白，那张符箓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更深的秘密。表哥的故事，神秘老者与平安符消失。那是一个寻常的下午，我表哥和阿姨外出逛街，途经天桥时，发现桥下摆着几个零零散散的算命摊子，摊子上挂着褪了色的布幡，风一吹，摇晃出一股说不清的萧索感。算命，这些骗人的吧？表哥嗤笑一声，正准备加快脚步离开，就在这时，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老头抬起头，冲着表哥喊道：“小伙子，停一下！”表哥脚步一顿，下意识回头看向那个声音的来源。那是一个瘦削的老头，长相平凡，甚至有些丑陋，满脸皱纹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衣，但他的眼神异常专注，像是洞穿了什么似的，直勾勾盯着表哥。阿姨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过去听听吧，既然叫住了，总是缘分。近日，你恐有血光之灾啊！”老算命师的第一句话让表哥的心猛然一沉。血光之灾？表哥笑了笑，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：“老人家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我最近挺顺的，哪里来的灾啊？”老头却摇了摇头：“小伙子，脸带煞气，印堂略暗，明明福后，却有劫数在前，再顺的路也难挡天意。”他顿了顿，话锋一转：“不过有缘人未必渡不过去。”表哥的心跳开始加速，但他还是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：“您看，这灾能不能化解啊？”老算命师点点头，
从身旁的布包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符纸和一条细绳，低头仔细捣鼓了一会儿，将符纸叠成一个小小的三角，挂在绳子末端，然后递给表哥，这符与你有缘，带上它，记得贴身放好，切不可离身。老头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。表哥下意识接过符，问多少钱？算是帮有缘人一场，我不收钱。老头摆了摆手。阿姨不敢相信地看着他，这怎么行？您辛苦一场，哪有不收钱的道理？能帮人避劫是我的福气。老头轻声说道。虽然老头坚决不要钱，但他的语气和动作都让人觉得有些不真实。表哥接过平安符时，心里竟然生出一股莫名的安心感。1周后，表哥像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去学校。当他行驶到一个红绿灯路口时，忽然看到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地冲向马路中央。糟了！表哥一惊，本能地急转方向，连忙踩下刹车，但摩托车的方向盘因为转动过猛失去了平衡。表哥眼看着自己直直冲向路口中央，而绿灯的另一侧，一辆巨大的货车正高速驶来，刹车声尖锐刺耳，几乎要刺穿耳膜。完了！表哥脑海里瞬间空白，只能闭上眼等待那致命一击。然而预想中的冲撞并没有发生。他在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竟然毫发无伤地跪坐在马路边，周围一片寂静。货车停在离他不到1米的地方，车头的门歪斜着，司机正惊魂未定地大口喘气。表哥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，除了轻微的擦伤，竟然毫发无损。怎么可能？他喃喃自语，忽然想起胸口的平安符，他急忙伸手摸向衣领，却猛然僵住，符不降。原本挂在绳子末端的符纸竟然凭空消失，只剩下一截空荡荡的细绳。表哥的脑海里闪过老算命师的叮嘱，贴身放好，切不可离身。符纸的失踪让这场车祸显得更加诡异。他隐约觉得自己的结束确实被化解了，但那符的消失仿佛也意味着某种代价被付出。当天晚上，阿姨得知了表哥的车祸经历，第一反应就是去找老算命师当面道谢。他们带着水果和红包，连夜赶到天桥底下，但那个摊位早已空无一人。附近的几个摊贩也说，从来没见过有这样的老头摆摊。奇怪了，他才刚给我符呢，怎么可能不见了？表哥疑惑不已。3天后，表哥再次回到天桥，却发现老算命师的摊子赫然还在。这一次坐在摊位上的是一位中年女人。他急忙描述老算命师的长相，问道：那位老先生呢？是不是你的同事？中年女人愣了，然后叹了口气，低声说：你说的那人是我爷爷，但他早在几十年前就去世了。他是清末时的半仙，据说能窥天机。我这摊子是成了他的衣钵，但你说他给你算命，怎么可能？表哥一愣，不可能吧？我明明亲眼见到他，还拿了他给的符。中年女人从摊位后拿出一本老旧的相册，翻到其中一张黑白照片，是他吗？表哥盯着照片，看着那张熟悉的面孔，呼吸一滞，就是他。女人翻转照片，背后写着陈 XX 1899年到1961年，表哥如遭雷击。他哆嗦着嘴唇问：那他给的符是怎么回事？女人静静看着表哥，许久后才开口：有缘人。不必多问。表哥离开摊位时，脑海中反复回想着那句有缘。他的平安符消失了，但似乎还留下了一种无形的东西，一种挥之不去的连接。那晚他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那老算命师站在一片浓雾中，微笑着冲他说：少年，有缘自会再见。声音渐渐消失在雾中，而表哥醒来时，胸口隐隐有一阵温热的感觉。他低头看去，空荡荡的绳子却仿佛仍在诉说那个不可思议的经历。小张的故事，亡灵算命，失与旧宅的祖先牌位。台北地下街向来是城市喧嚣中的一片隐秘世界。走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冷风从地下车站的通道中穿过，
像是轻轻叹息，又像是一种无声的召唤。小张穿梭在其中，神情恍惚。他刚接到家里的电话，母亲因突然昏迷住院，病因不明。医院说是过度疲劳，但检查结果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线索。家人让他赶回去，可他犹豫不决。对一个从小孤僻的独生子来说，面对家人的期待，总有种难以言说的压力。为了逃避，他习惯性地来到地下街，漫无目的地走进熟悉的角落。那些摆放着模型和电玩的店铺此刻毫无吸引力。脚步凌乱，心思烦乱，他甚至没注意到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平时鲜少留意的区域——算命摊。少年，你家里还好吗？一道苍老却清晰的声音打断了小张的思绪。他猛然抬头，对上一双锐利而温暖的眼睛。说话的是一个年约70的老算命师，他面容瘦削，身形单薄，穿着一件陈旧的长袍。桌前的算命摊显得简单而古旧，一盏油灯般的小灯静静地燃烧，散发着昏暗的光辉。小张心里一颤，他怎么知道我家里出事了？这个念头让他瞬间提高了警觉，但又无法挪动脚步。来，坐下。老算命师拍了拍面前的凳子，轻笑道：“算你一折，15块，不会吃亏的。”小张盯着他，试图从那张沧桑的脸上看出什么猫腻，但那眼神坦然的让人心安，甚至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。他犹豫片刻，最终慢慢坐了下来。银子报来，老算命师说：“张。”小张他故意隐去姓氏，但对方并未追问。接着，老算命师仔细端详着小张的脸，双手掐着指节，似乎在默默推算。小张，他缓缓开口，声音低沉却不急不缓：“你母亲的病不是自然的事，家中有东西不该存在，挡了气运，才引发今日之祸。”小张瞪大了眼：“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？”老算命师没有回答，手指轻敲桌面，重复道：“回去把厨房里的刀具柜拆了，柜子后面藏着不属于你们家的东西，把它请走，一切都会好转。”刀具柜。小张困惑地皱起眉头，试探性地问：“如果我不拆会怎么样？”老算命师盯着他，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，语气变得冷硬：“不拆，你就等着把人送进坟里吧。”这句话像冷风一样钻进小张的骨子里，他慌乱地点点头，从钱包里掏出15块递给对方。老算命师摆了摆手：“命运的账一收，就看你是否照做了。”当晚，小张带着忐忑的心情回到南部的老家，将老算命师的话告诉了父亲和叔叔。拆刀具柜，你是不是被骗了？父亲满脸狐疑，但还是顺着他的请求去动手。一拆开柜子，所有人顿时屏住呼吸。柜子后面竟然藏着一块斑驳的老木牌，已经被油烟熏得发黑。木牌上用褪色的红漆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字，隐约辨认出是个祖先牌位。这不是我们家的牌位。叔叔声音颤抖，脸色煞白。父亲也僵住了，赶忙向村里的老人打听，才得知这房子的前任主人几十年前搬走了，而这牌位可能就是遗留下来的。此刻，小张回想起老算命师的叮嘱，忙不迭请了村里的法师将牌位处理干净。法师点燃香火后叹了口气：“难怪你母亲会出事，刀具是煞物，挡在牌位前，这不是请神，是逼神发怒啊！”就在那天夜里，凌晨3点，小张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母亲在昏迷3天后突然醒了过来。我感觉一身轻松，就像有什么东西从我身体里抽走了。母亲虚弱地说，脸色却比前几天红润了许多。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。父亲拍着小张的肩膀，连连感叹：“这次亏了你机灵啊，不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但小张没有说话，脑海里却浮现出老算命师那双深邃的眼睛和冷硬的话语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这次的转机不是自己的功劳，而是那位老先生。2天后，小张赶回台北，特意带着厚厚的红包，再次来到地下街的算命摊。但摊位前坐着的是一位中年妇女。
小张急忙问起老算命师的下落。中年妇女愣了一下，迟疑地问：你说的是不是长得瘦瘦的，满脸皱纹？对，就是他。小张连忙点头。女人的脸色微微一变，叹了口气，从摊位下拿出一本老旧的相册，翻开到某一页，她指着一张黑白照片说：是他吗？小张定睛一看，顿时头皮发麻。照片上赫然就是那位老算命师。他惊讶地问：他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爷爷，可他早在1965年就过世了。中年女人淡淡地说：过世了？不可能，他前几天还给我算命。小张满脸不可置信。女人苦笑一声：爷爷生前是个半仙，修得通天机，去世后偶尔还会托梦给有缘人，你能遇到他，大概是命数未尽吧。小张手中的红包无声的滑落，脑海中想起了老算命师临别时的低语：命运的账一收，就看你是否照做了。一阵风吹过，地下街的灯光摇曳不定。小张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黑暗的尽头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注视着他。爷爷说的对，中年女人悠悠开口：命运的债一旦收了，便要还小林、表哥和小张的经历，仿佛三条看似独立的命运之河，却在冥冥之中交汇于同一个终点。他们的心理动机不同，小林是因为失业的迷茫，表哥是因为偶然的相遇，而小张则因家人的重病走向算命摊。但最终他们都被神秘的力量引入了灵异世界。每个人都试图通过算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或寻找答案，或避免灾祸，但换来的却是困惑与代价。小林差点被邪术操控，表哥的平安符消失在命悬一线之际，而小张发现了祖先牌位背后竟埋藏着家族历史的隐秘。他们以为自己躲过了一劫，但命运的暗潮却悄然逼近，仿佛每一次窥探未来都是在不自觉地走进另一个局。三人各自回归生活，但那种隐隐的异样感却始终挥之不去。某天夜晚，小林从朋友家离开，路过一条寂静无人的巷子时，他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。远处一盏昏暗的灯光在巷子尽头摇曳，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那里。姑娘，算命吗？熟悉的语调钻入耳中，令他背脊发凉。抬头一看，那竟然是早已消失的女算命师，微笑着站在不远处，眼神中透着令人难以拒绝的力量。与此同时，表哥在翻找旧物时，竟发现了那根曾挂着平安符的细绳。原本应该消失的符，此刻却安静地躺在一个从未见过的小盒子里，符纸上多了一道黑色的裂纹。而小张也在一次整理祖宅时，在一个隐藏的角落发现了更多奇怪的遗物，它们似乎与他拆下的祖先牌位有着某种关联。那一晚，他做了一个模糊的梦，梦中那位老算命师站在浓雾中，低声喃喃：命运债未清。卫青这三段奇异经历的终点并非安然无事，而是将三人的命运重新捆绑在一起。一天，三人在一场机缘巧合的聚会上碰面，发现彼此竟然经历了相似的灵异算命事件。随着他们回忆的碎片拼凑出完整的画面，真相逐渐浮现。每个人的事件背后似乎都指向同一个源头，那位老算命师。他们试图寻找共同点，却发现一个更加骇人的事实：他们每个人的生辰八字竟然奇妙地组成了一套完整的卦象，而这卦象的意图指向重启某种古老的命运仪式。就在他们谈论间，忽然一道风无声吹过，桌上的平安符、符咒的碎片和旧牌位纷纷震动起来，一股无形的力量席卷全场。三人同时看向门外，发现算命师那熟悉的影子模糊地站在远处。算命师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一笑，随后转身消失在夜色中。算命师的神秘身份或许永远是个谜，但他的一句话却像钟声一样回荡在心底，必有代价。